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3天就离宫，那3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甄嬛离宫后，她费尽心机送给龙月的几件礼物，这背后的意思你看懂了吗？首先，甄嬛给龙月送了静妃这个养母。臣妾出宫后，希望能由静妃娘娘来抚育公主。这个举动几乎保证了龙月从出生到出嫁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爱和保护。很多宝子可能会问，甄嬛离宫前为何不把龙月托付给她的莫逆之交梅姐姐，而选择老实属专的静妃呢？深扒这里头的细节，才知道甄嬛爱龙月爱得有多深。当时甄嬛与梅姐姐的抱团，满宫里众人皆知，姐妹二人始终患难与共，彼此肝胆相照。甄嬛走后，梅姐姐一人势单力孤，为了不被皇后一党所迫害，梅姐姐只能听嬛嬛的，紧紧抱住太后的大腿。嬛儿，我听了你的话，这些年锋芒渐收，不叫皇后他们注意，只是一心侍奉太后。所以你看，梅姐姐自身都难保，确实不适合抚养龙月。另外，嬛嬛执意要走，四大爷再三挽留都没用，避免对嬛嬛心结未解，余怒未消，日后不论谁提及甄嬛这个人，四大爷都要发一通脾气。公主的额娘只有一个，再无旁人。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甄嬛还把龙月交给梅姐姐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梅姐姐和龙月一块儿受到四大爷的冷落。梅姐姐自己失宠没关系，反正她也不想搭理四大爷，但龙月刚失去生母，不能再失去生父的疼爱。综上所述，梅姐姐不是最佳人选。反观静妃，不在党派内，跳出是非中，静妃资历老，位分又高，能在狠毒的华妃手底下生存这么多年，她的心机和手腕绝非等闲之辈。若真是一无是处，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最重要的是，静妃膝下无子，又一直保持中立，即便抚养一个公主，只要不涉及皇后的利益，皇后一党也犯不着去针对一个无宠无子、没有威胁的妃子。静妃自己呢，嬛嬛的安排简直办到了她的心坎上。有妹妹这一句话，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姐姐对龙月拼尽全力，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没有孩子是静妃一生的心病，甄嬛把龙月交给她，她势必把龙月当作眼珠子去疼去爱，有女及母。静妃对甄嬛一定是心存感激。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视如己出的。静妃念着甄嬛的好，对甄嬛的好姐妹梅姐姐自然也会多加照拂。甄嬛此举相当于在无形之中拉近了静妃与梅姐姐的关系，不但安顿好了龙月，更让梅姐姐从此多了一重依靠。甚至在后来静妃加入甄嬛战队，都有甄嬛让她抚养龙月，这一份功劳在，一举三得，不愧是嬛嬛。其次，龙月满周岁后，远在甘露寺的甄嬛一早便开始为龙月的生辰宴做准备了。龙月公主周岁之时，宫中必有宴请，到时我还想娘子助我一臂之力。通过果子狸这条线，甄嬛先给龙月做了几身新衣服。不得不说，果子狸追嬛嬛子真的是用心了。他知道甄嬛心系龙月，便故意找了借口，说府中绣娘技术不好，让甄嬛给龙月做点衣服啥的，再由果子狸带进宫去送给龙月，就当是甄嬛这个做额娘的尽点心意。你是她的母亲啊，自然是你做的衣服最贴身，也是最核心的。除了做衣服的布料，甚至连龙月的尺码，果子狸都提前准备好了，尽数交给甄嬛。当然，几件衣服而已，这份礼物仅仅是宽慰甄嬛的思女之情，也让龙月在穿上这些衣服时，能够感受到一点母亲的温暖。不久之后，甄嬛的老熟人方若姑姑带着些好东西来甘露寺看望甄嬛，简单寒暄几句，甄嬛立刻问起龙月的近况，哪怕深陷低谷，嬛嬛看局势还是一样的清醒。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奋发向上，而公主一生的虔诚与际遇，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与疼爱之上。没错，公主们日后是远嫁和亲，还是嫁入京中承欢膝下，其命运走向都在四大爷的一念之间。这是封建女子们的悲哀，却又是绕不过去的事实。因此，为了龙月的前程着想，甄嬛被迫打纯元牌，即给龙月取名婉。婉之后，再次放出大招。那纯元皇后生前
有没有他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宝子们谁懂啊？曾经的嬛嬛是多么抗拒做纯元的替身，眼下她为了胧月却是什么都顾不得了。但凡能让四大爷多分一点宠爱给胧月，甄嬛怕是什么都愿意去做。果然父母之爱女，则为之计深远。在听完方若姑姑说，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之后，甄嬛立刻拿出所有提己，求方若替她去内务府打造一个和纯元皇后那个差不多的项圈，让胧月在生日宴的时候戴上。宝子们都知道，甄嬛在甘露寺的日子很难挨，静白等一众姑子无不是拜高踩低，一个劲儿的欺负她。有的时候，甄嬛不干活还不给饭吃。你说说，自己的生活都这般光景了，甄嬛还要把所有的傍身钱都给了胧月做项圈，这不是母爱，什么是母爱？连方若都看不下去，劝道：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不管做项圈的钱够不够，方若还是很给力的，把这事儿办成了。胧月生日宴当天，当胧月穿着一身新衣被四大爷抱着的时候，四大爷立马注意到胧月脖子上戴着个他很眼熟的项圈，问了句：这副项圈是哪儿来的？庆妃立刻解释，不过是内务府赶制的，再加上有端妃在一旁神助攻。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府晚，没见过罢了。如此一来，四大爷也就不疑心了。内务府的人制作项圈样式大多是随机的，静妃原来也没见过，便顺理成章的以为胧月和纯元皇后有缘，连戴的项圈都是差不多的样式。纯元皇后的滤镜一开，四大爷看胧月的眼神越发的慈爱，索性大手一挥：左贝胜，奴才在。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公主吧。不得了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赏赐。纯元皇后的遗物，四大爷真爱非常，如今却肯拿来送胧月，说明胧月在四大爷心里算是有一席之地了。为了替胧月在四大爷跟前刷好感度，嬛嬛费尽了心思。然而尚在襁褓的胧月不知道，他的生母在背地里一直为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甚至待胧月长大后，不认甄嬛这个生母时，甄嬛尽管伤心，可为了女儿，她还是愿意忍痛割爱，把胧月彻底交给静妃抚养。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可怜天下父母心，大抵便是如此了吧。